是一只机智貌美的小丧尸，此刻正跟着大部队移动。一路上，丧尸们不断追赶狩猎食物，他就躲在一旁浑水摸鱼。作为一只没有完全失去意识的小丧尸，他对新鲜的肉食丝毫不感兴趣。几天下来，他好像快要饿死了。终于，丧尸群进入一座废城后停了下来，城里挤满了从四面八方涌来的丧尸。看到这场面，社恐小丧尸连忙找了个纸箱套在自己的头上，乖乖地蹲在破旧的商店门口。这时，一架直升机悬停在狮群上空，一个人类从飞机上一跃而下，跳进尸堆里。这个人好蠢，他肯定会被吃掉的。小丧尸在心底为这个人类默默感到惋惜时，只见男人眼神冷冽，一声怒喝，底下的丧尸群竟自发让出了一片空地。感觉到大佬的气势，小丧尸的双腿一软，险些跪倒在地。紧接着，男人低沉的声音响起：“你们这几天不要去东区溜达，全都去西区把那里的幸存者引到一区，直到北部基地的人支援为止。”丧尸们奋力嘶吼着响应号召。就在小丧尸的小脑袋晕晕乎乎的时候，丧尸群已经开始浩浩荡荡地离开了城市。一只不长眼的丧尸狠狠踩了小丧尸的脚丫子一脚，小丧尸气急了，也不想其他的，跳起来就把踩他的丧尸给扑倒。于是本来整齐的尸潮因为这一闹彻底乱了起来，队伍瞬间陷入了一片混乱。几只丧尸打了起来，小丧尸悄悄退出了群架，还掀掉了脑袋上的纸盒子，这样就没人能认出他来了。男人还没走，就发现底下的丧尸乱成了一锅粥。紧接着全体丧尸都听见一声低吼，顷刻间丧尸们都匍匐在地，就连小丧尸也不自觉地跟着趴在地上。段景深警告这群丧尸良久后才让他们离开。小丧尸也赶紧从地上爬起来，他不知道该跟谁走，于是着急忙慌地随便选了个方向，只是好死不死被赶过来的人类碰上了。看着拿枪的人类，小丧尸撒丫子就跑回了城里，跟着男人钻进了商店。两人就这么碰上一顺不顺地盯着对方。怎么有只落单的事？大哥救救我！外面已经响起了丧尸与人类打斗的声音，人类很快就会找到这边来。男人愣了一下，眼里多了一份探究。这只小丧尸的样子似乎是有自我意识的，不然不会寻求庇护。这是除了他自己目前发现的唯一有自我意识的丧尸。正在思考该怎么处理时，人类的声音越来越近。男人皱眉，随即快速打量一下周围的环境，随后撸起衬衫袖子，伸出结实的小臂，伸到小丧尸面前，咬我一口。小丧尸吓了一跳，虽然面前的人比其他人类香多了，但是他怂。这位大哥看起来就不好惹，怎么能咬他呢？就在小丧尸纠结的时候，男人的眉头皱得更深了。这只丧尸居然可以不听他的命令。眼看人类的脚步声已经靠近，男人一把抽出手枪抵在小丧尸脑门上，命令道：“快咬！”小丧尸灰沉的眸子微微瞪圆，只觉得这个人脑子不好使。害怕之下，小丧尸张开嘴巴狠狠咬了一口。男人看着手臂上一圈圆圆的牙印，黑着脸，真是废物。牙口长得倒是好看，可惜没点用处。他不再寄希望于这只小丧尸，而是自己张嘴附在被咬出的牙印上。丧尸独有的尖锐虎牙刺破皮肤，瞬间渗出血珠。做完这些，男人往旁边椅子上坐下，转眼间脸色变苍白了些，一副虚弱的几乎要昏厥过去的模样。小丧尸有些手足无措，还没想好，商店内便涌进了一大群人。为首的几个人一看见段景深，紧张的表情瞬间化作欣喜，随后迅速围过去，将男人保护得死死的。小丧尸挥舞着小手，嗷嗷乱叫。他投降的模样被人类认为是要攻击他们。虚弱的男人及时出声喊停。这只丧尸有些不同，我要带回基地去研究。小丧尸欲哭无泪，他好像跟错人了呀！这位大哥太坑师了。救援的人中有个染着一头黄毛的壮汉，看起来最为谄媚，对着男人不断嘘寒问暖。段景深被吵得有些烦，上车的时候以需要研究为由，和小丧尸单独上了一辆车。小丧尸很乖，被绑着也不乱动，稳稳地坐在座位上，只是偶尔会好奇地转头看看车窗外的风景。男人打量着这只小丧尸，试探着下达指令过来。小丧尸犹豫了一下，挪着屁股往男人身边沾，顷刻间独特的奶味都钻入了男人鼻子里。不听命令但是听话，但这依然是个隐患。男人不知道为什么会出现不受他控制的丧尸，这对他来说是极其危险的存在。乌黑的眸子闪过一丝冰冷杀意，他的尸毒是可以毒死丧尸的。段景深已经许久没有试过了，看着小丧尸白嫩嫩的还带着婴儿肥的小脸蛋，男人在思考该从哪里下嘴时，一旁的小丧尸被盯得毛骨悚然。这位大哥的眼神像是要把他吃掉，但是小丧尸不信有人会吃尸，他大着胆子讨好的把自己脖子上的水壶递了过去。男人看着他这副样子，像极了底下那些人给他递烟的模样，嫌恶的拍开小丧尸递过来的小水壶，离我远点。小丧尸委屈的快速挪开，紧紧贴着车门，不敢再看段景深一眼。车队很快到达了东部的安全基地，紧接着小丧尸就被关进了房间。房间里面除了一张床什么也没有。小丧尸无聊极了，蹲在角落抠墙角的灰。突然听见滴的一声，机械大门向两边缓缓移动，接着走进来几个穿着白大褂似乎是研究员的人类。小丧尸睁着一双无辜的灰色眸子往墙角缩了缩，他后悔极了，早知道就跟着丧尸前辈们走了，不应该跟着那个奇怪的大哥的。段爷说这只丧尸特殊，先抽点血拿回去化验。领头一个瘦削的眼镜男说完，便从医疗箱里抽出几根针管。小丧尸此时还不明所以，看着两个人过来按住他，力道大的把他白嫩的小胳膊都按得青紫一片。小丧尸觉得他再力气大一点，估计胳膊都要碎了。不过幸好小丧尸感觉不到疼痛，加上有些惧怕这些人类，所以并未反抗挣扎。直到眼镜男拿着硕大的针对准了他的手臂时，小丧尸吓得嗷嗷乱叫起来。他亲眼看见过人类拿刀削了丧尸的脑袋，而这种又大又长的东西，要是插进去里肯定比刀还恐怖。小丧尸已经想到了自己全身是窟窿，喝水都漏水的样子，他害怕极了，腿脚乱蹬，开始挣扎。眼镜男被踢了一脚，神色隐隐有些不耐烦，他呵斥那两个手忙脚乱按住小丧尸的人，怎么回事？一只小丧尸也按不住。这只丧尸聪明的很，居然会躲。一个人皱着眉去抓小丧尸的脚，被小丧尸准确躲开了。眼镜男思忖片刻，那就不扎手了，直接抽心头血。小丧尸眼看自己被按着，硕大的针尖离自己越来越近，竟吓得流出了眼泪。小丧尸瘪着嘴，泪珠不断从眼眶大颗大颗的滚落。就在针尖即将戳破衣服的那一刻，突然砰的一声响，接着眼镜男手里的针被子弹打落。谁让你们过来的？是任小姐，她听说段爷被这只丧尸伤了，就让我们来看看，难不成她才是这里的主人？几人大气不敢出，只有小丧尸打着哭嗝的声音。男人瞥了小丧尸一眼，随即收回目光，不耐烦的低声呵斥底下
下还站着的几个白大褂，滚，别再出现！几人几乎是连滚带爬的离开了。等人离开后，男人将手枪挂回腰间，迈开长腿走向小丧尸。小丧尸现在可讨厌这位大哥了，就算大哥救了他，他也不会感激的。越想越气，小丧尸扭过身体，拿屁屁对着段景深。男人没去理会这只小丧尸奇怪的小脾气，径直上前提着小丧尸的衣领，把他拉到床上坐着，然后仔细打量着小丧尸。小丧尸身上没有尸臭味，反而有股好闻的奶香，皮肤水润白嫩，一掐就是一个红印子。如果不是那双灰暗的眸子，以及只会奶声奶气嗷嗷叫的声音，普通人根本就认不出来这是一只丧尸。段景深满心疑惑，他不知道这只丧尸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特征。小丧尸的出现或许意味着丧尸在进化，又或许这是一只新诞生的尸帝。无论哪一个，对段景深来说都不是个好消息。进化的丧尸会拥有自己的意识，不会全心全意服从他。男人舔了舔牙齿，心想不如先解决面前这只小丧尸。小丧尸伸手推了男人一把，嘴里骂骂咧咧的嗷嗷叫着。这个大哥脑子指不定有点问题，居然能对着丧尸流口水。他可没见过有丧尸吃丧尸的，如果有那一定是个大变态。男人就这样被打上了变态的标签。他从小丧尸微不可察的小表情里竟看到了鄙夷，忍不住伸手捏住小丧尸脸颊上的奶标，手指报复性的按压蹂躏着。你最好乖一点被我咬，不然我有办法让你更痛苦的死去。小丧尸噌的瞪圆了眸子，不可置信的看着男人，他就知道这个大哥是变态。段景深捧着小丧尸的脸蛋，开始思考从哪里下嘴，目光从白嫩的脸颊流连，忽然眸光停在小丧尸红润漂亮的小嘴上。男人伸出骨节分明的纤长手指，在小丧尸的嘴唇上摩擦片刻，这里看起来不错，哪有吃小嘴的？脑袋一撇，小丧尸不依，他指着自己的手臂嗷嗷叫着。作为师弟，段景深自然能听懂丧尸的话，听懂小丧尸的话后没忍住嘴角抽搐，真是蠢笨的丧尸，给你优越的能力都白费了。段景深没了吃小丧尸的念头，他甚至害怕这种蠢丧尸吃了会传染。小丧尸看他不吃了，心里有一些失落，因为他饿了。他想，若是这位大哥真的把他吃了，他就不用挨饿了，毕竟他吃不下其他新鲜的肉，这位大哥的肉又不敢吃，活着只能饿死。段景深思考片刻，觉得还是留下这只小丧尸，训练一番，日后做自己的得力助手。他如今正缺助手，其他丧尸没有意识，而人类心思复杂，眼前这只小丧尸看起来是个不错的选择。正想着，突然听见咕的一声，小丧尸抱着敲锣打鼓的肚子，可怜兮兮地望着他，再来个破碗，那简直像极了要饭的模样。既然选择小丧尸做自己的属下，段景深自然不会亏待他。男人再次回来时，手里提着一个血淋淋的断臂，把胳膊甩在小丧尸面前，一副喂猪式的架势。小丧尸摇摇头，挑食。段景深有些意外，只因他也不吃人类的血肉，吃的都是异能者或者高级丧尸的灵核，所以对于小丧尸的挑食他可以容忍。而后他出去把胳膊处理了，再次回来时，手里拿着几个散发着幽幽蓝光的丧尸灵核。小丧尸勉强吃了一个就不吃了。段景深皱起了眉，隐隐有些烦躁。他第一次为了别人忙上忙下寻找食物，居然被挑3拣4了。正打算好好教训一下小丧尸，小丧尸却突然扑了过来。小丧尸知道这个大哥想给他吃的，但是他吃不下了。既然大哥一片好意，那他也要用行动表达一下。看到小丧尸踮着脚尖，双手抱着他的脖子，脑袋瓜使劲往男人颈窝拱。男人一开始还疑惑，直到脖子上一片痒痒的示意，他脸色一沉。这只丧尸居然图谋不轨，想吃师弟的丧尸的他还是头一个。男人嘴角挂着一抹冷笑，眼底闪过暗光，杀意翻涌。只要小丧尸敢露出牙齿，他一定会将眼前的小家伙吃干抹净。然而小丧尸只是舔了舔便撤离了，完事儿还打了个嗝。男人摸了摸脖子，一手湿哒哒的口水，脸色阴沉的正要发作时，门口突然传来脚步声。段爷，任首领叫您过去一趟。段景深瞥了小丧尸一眼，冷哼一声，转身迈开长腿大步离开。小丧尸歪歪脑袋，心想大哥终于走了，于是开心的在床上滚了几圈。此时的基地首领办公室内，一个中年男人起身斟了一杯茶。景深伤怎么样了？男人慵懒的靠在椅背上，手里把玩着办公室里的一串古董佛珠。刚回来就被您那女儿给折腾一番，您说能怎么样？任伯峰脸色变了变，又极快恢复。依依确实是太不懂事了。段景深打量着任伯峰，扔下手里的佛珠，佛珠打在玻璃茶几上，发出咚的脆响。说吧，又想让我去干什么？还是景深最了解我。刚刚得到消息，丧尸突然攻击了5城，北部基地的人势必会去拿下，我们不能让他们拿了这块地方。对于5城这块东北交界区，2区的人已经争了许久。末世后，人类建立了东部、西部、北部3个基地，而南部丧尸聚集，无法建立基地。如今人类渴望统一后共同对抗丧尸，3区也有意，但谁都想做那只领头羊，导致一直无法达成意见。于是3区开始争夺地界。如今东北2区之间的5城还迟迟没有归属，所以任伯峰此刻着急率先灭了5城的丧尸，只有这样他才有更多的话语权。段景深看着手臂上的伤口，任首领，我还有伤在身，你让我去丧尸肆虐的5城。任伯峰抿着唇，我知道这很为难你，但是我们基地只有你可以去5城，其他人去了也是送死。任伯峰不想做没必要的损失。段景深的手臂搭在椅子扶手上，一下一下敲打着椅子扶手，仿佛敲打在任伯峰心上，竟让他忍不住颤了颤。就在办公室里的氛围几乎凝固之时，男人突然站起身，居高临下的看着任伯峰，什么时候去？任伯峰愣了一会儿才说，明天。您可真是没把我当人看。段景深嗤笑，幸好他不是人类，真正的人类哪能经得起任峰这种折腾。中年男人笑着没说话。段景深又提出条件，你得答应我一个要求。什么要求？今天我带回来的那只小丧尸，以后由我管教，并且能在基地里自由行动，基地里的人不得伤害它。这绝对不行，放心，他不会咬人的，出事了我负责。任伯峰有些犹豫，你真的能保证？您还不信我的能力？又或许您不想收了5城？任伯峰思忖片刻，在死几个人和收5城之间，依然选择了后者。段景深笑笑不再多说，抬脚便要离开办公室。出门时任伯峰忍不住脸色难看道，真想不到段先生还有养丧尸的癖好。段景深勾了勾唇，养着看家不是挺好的吗？翌日清晨，小丧尸睡得正香，突然整个被提了起来，然后被迫双脚着地。小丧尸迷迷糊糊的，腿一软，差点倒在地上。男人伸手捏了捏小丧尸的脸蛋，小丧尸嗷呜一口追着他的手咬。段景深手一松，啪嗒一声，小丧尸摔地上了。小丧尸坐在地上揉了揉眼
睛，看到眼前一双笔直的长腿，顺着往上猝不及防对上男人狭长漂亮的眸子。段景深已经穿上了一身整齐的军装，小丧尸愣了一下，觉得这位大哥真是威风凛凛，难怪大家都听他的话。快起来，跟我走！小丧尸愣了愣，还没反应过来，就见男人拿出了一条银色的细链，将一头套在了小丧尸的手腕上。小丧尸感觉到不舒服，下意识的要挣脱，只是手链套上后上了锁，怎么也挣脱不开。小丧尸发怒了，扑上去要咬男人。昨天舔过脖子后，他似乎没有这么惧怕段景深了。男人表情淡淡的伸出一只手抵住小丧尸的额头，小丧尸瞬间不能前进，只能挥舞着双手原地踏步。为了防止你出去之后咬人，你只能乖乖跟在我身边。说完，拉着狂怒中的小丧尸走出机械大门。重见天日的小丧尸愣了一下，随后灰色眸子隐约闪过一丝光泽。小丧尸开心极了。男人看着小丧尸明显的人类化情绪，眼中再次多了一丝探究。眼看小丧尸越蹦越远，男人勾了勾唇，手指轻轻一拉，小丧尸顷刻间被牵着往回倒退，因为惯性控制不住，狠狠砸在了男人宽阔结实的胸膛上。段景深稳稳当当的站着，高大的身躯没有一丝动摇。别乱跑，乖乖跟着。他轻轻拍了拍小丧尸的脑袋瓜，小丧尸不爽的回应一声，憋屈的跟在男人身后。段景深带着小丧尸直接前往基地大门口，一路上遇到了许多人类，看到活生生的人类，小丧尸本能的两眼发光流口水。基地的众人也是第一次看到有丧尸能大大咧咧在这里散步，而且还是被段爷带着，他们只能惊恐的看着丧尸对着他们两眼发光，然后跟段爷打完招呼赶紧躲到一边去。段景深停下脚步，转头看着小丧尸饿狼似的样子，瞧你这点出息，带着他出门脸都被丢光了。小丧尸嗷嗷叫的控诉着，这怎么能怪他呢？一堆鸡腿从一个爱吃肉却没吃过肉的人眼前飞过，整个人都受不住，更别说小丧尸了。男人嫌弃的啧了一声，加快了脚步，带着小丧尸前往基地门口。基地门口停着2辆军绿色装甲车，整齐站着10个左右穿着军装的人类，还有2个穿白大褂的，其中有那个戴着厚重黑框眼镜的女人。看到段景深出来，一伙人方才还说笑着，这会儿瞬间站得笔直，表情严肃。段爷您可来了。段景深嗯了一声，目光扫过一众人，到齐了就出发吧。好嘞。寸头男人手臂一挥，招呼大家上车。恰在此时，一道急切的声音响起，等等我。几人望去，一个穿着碎花长裙的女人小跑着出来，几个人面面相觑，突然有种不好的感觉。任依依喘着气说，爸爸让我来帮助你们，确定不是来拖后腿的。其他人不好说实话，寸头壮汉却是个耿直的人，笑呵呵道，任小姐您身子娇贵，跟我们一群汉子在一起可不行，您还是回去等我们吧。任依依脸色一变，罗松，这是爸爸的命令，你不能让我回去。这下罗松也不好说什么，只好挠了挠后脑勺，让任依依上车。任依依却跑到了段景深身边，我和段哥哥一辆车就好了。说着便略带娇羞的想和段景深说些什么，突然一转头看到旁边一只丧尸，任依依吓得当即尖叫起来，刺耳的声音让段景深皱起了眉，眉眼间满是不耐烦。其他人无语凝噎。小丧尸反应慢半拍的缓缓扭头看向任依依，那异于常人的灰眸本就显得有些瘆人。小丧尸还跟发现了什么好玩的似的，突然张开一口獠牙，朝任依依嗷呜嗷呜的叫。任依依吓得脸都白了，撒腿就跑向了对面罗松那边。小丧尸没玩够，跟着追过去。段景深及时拉住了小丧尸，怕小丧尸把人吓出个好歹。段哥哥，有丧尸你怎么不把他打死？任依依躲在罗松身后，满脸惊恐。段景深瞥了任依依一眼，这是我的人，受不了你就回去。一旁的小丧尸嗷嗷的附和2句，我一定要去。任依依紧紧攥紧了拳头，就算害怕也铁了心要跟着段景深。几人没再多扯些什么，抓紧时间上了车。不过这回任依依看到段景深要和小丧尸一辆车，她一时还接受不了小丧尸的存在，于是咬着牙愤愤地上了另一辆车。途中小丧尸无聊的开始睡觉，小脑袋一点一点的，看得周围人忍俊不禁。段爷，您这是哪儿捡来的小丧尸？怪好玩的，看得他都心痒痒，想养一只了。段景深瞥他一眼，然后低头把玩着手里的银链，他是自己送上门的，还有这么好玩又菜又漂亮的丧尸吗？漂亮。段景深挑了挑眉，忍不住看向小丧尸。睡着的小丧尸闭上了那双灰色的眸子，弯弯的浓密睫毛如同蝶翅，在车内暖黄的灯光下投下一片阴影，看起来像极了一个洋娃娃。这完全不是一个丧尸该有的样子。正常的丧尸就是行尸走肉，皮肤会干瘪溃烂，会散发出难闻的尸臭。段爷快跟我说说，还有没有这么好看的？给我介绍一个呗，我也想养一个。罗松眼睛里的羡慕都要溢出来了。段景深却冷酷无情的抱胸，没有，就这一只。罗松遗憾极了，叹了口气，又忍不住看看小丧尸，真好看，如果不是他的眼睛和牙齿，这完全就是个人啊。别看了，段爷，我没有您还不让我看。罗松第一次觉得段景深还挺小气的。车内其他人听了一路都忍不住笑了起来。段爷养的肯定是限定款啊，你就别想了。罗松悻悻然缩回自己座位上，算了，说不定我也能碰到一只这么好看的。你小子养得起丧尸？丧尸可是吃肉的，不吃肉也吃金河，金河这么贵你敢养？罗松一听直接打起了退堂鼓，这种东西估计也就段景深养得起了。段景深听他们说着，一边找了块帕子丢在小丧尸头顶上，遮住了小丧尸漂亮的小脸蛋。这小丧尸带出去还挺有面子的。段爷您干啥？真不让咱们看啊？一人注意到段景深的动作，哭笑不得。段景深面无表情，闭嘴，安静。开了一天的车，队伍最终在傍晚时抵达了武城。末世里白日时间少，气候极端，彼时天空已经早早拉开了幕布，昼夜温差极大，穿过的风寒冷刺骨。一堆汉子皮糙肉厚，早已经习惯。2名白大褂研究员有经过训练，小丧尸没有冷暖痛痒的感觉，只有任依依穿着碎花裙子冻得嘴唇发紫。一行人再次面面相觑，最后还是黑矿女研究员风雨兰带着他去车里换上厚重的军大衣。北部基地的人已经进去了，男人拉着睡得迷迷糊糊的小丧尸来到城门口，他们昨天进去的。段景深嗯了一声，随后加快进行部署，所有人进去以后不要和北部基地的人正面对上，你们只管消灭丧尸，其他的交给我。任依依一听却当即出声反对，我是来帮助你们的，怎么能待在外面？风雨兰也皱着眉说，2个研究员都在外面，你们在里面受伤怎么办？段景深瞥了他们一眼，你们不需要质疑我的决定。风雨兰不敢再出声，任依依却真的不依了，段哥哥你一个人怎么行？段景深毫不留情，有你才不行。任依依没想到段景深这么
么不给他面子，站在原地面红耳赤的说不出话来。段景深不再理会他们，吩咐完注意事项便立即进城。如今的5城丧尸肆虐，个个凶猛异常，自然有基地派人去绞杀丧尸。毕竟丧尸越多的地方金河越多，金河是末世里的资源媒介，可以兑换生存资源。金河的数量也是体现一个基地实力的重要因素。只是各个基地派去的人都只见进不见出，男人则是独自带着走路跌跌撞撞的小丧尸，径直往5城中心走去。一路上都是游游荡荡的丧尸群，城市已经被破坏的不成样子。段景深穿过几栋写字楼，一片宽阔的澄心湖出现在眼前，湖边的树木在末世中依旧保持着茂盛。烦躁不已的小丧尸骂着骂着，突然被眼前景色吸引。你这只是看起来无害，脾气倒是差劲的很。小丧尸没理会男人，眼睛直勾勾地盯着湖中心一栋灯火辉煌的漂亮别墅，暖黄闪烁的灯光将湖面照射得波光粼粼。男人拉着锁链带小丧尸前往福星别墅，一进门便松开了锁链，任由小丧尸自己活动。他则去酒柜处挑了一瓶红酒，拿了2个高脚杯，然后在沙发上慵懒地坐下。小丧尸在别墅楼里四处乱逛，别墅阳台上的风很大，小丧尸被吹得脚步不稳，小手紧紧扒拉着栏杆才站好。紧接着就看见不远处有火光闪烁，伴随着各种枪声、爆炸声以及丧尸的嘶吼声，那是城南。小丧尸眼睛里闪过一丝难过，这时手腕上的银链动了动，下一秒小丧尸被男人拉进了屋，喝点酒。段景深带着小丧尸下楼，小丧尸愣愣地发出疑问的声音，他并不知道什么红酒。男人伸手端起桌上盛着暗红色酒水的高脚杯，白皙纤长的手指骨节分明，一身笔挺的军装显得禁欲又莫名撩人。小丧尸呆了呆，然后嗷叫了2声表达好看。男人听懂了他的意思，轻晃着酒杯，你的眼光还不错。随后把手里的酒杯递给了小丧尸，喝一口试试，小土狗，这真是太侮辱尸了。但小丧尸接过酒杯看向男人，段景深端起酒杯朝小丧尸挑了挑眉，然后便自己示范似的抿了一口。小丧尸见状捧着杯子仰头大口喝，男人忍不住看了眼红酒瓶，度数还挺高的。喝完的小丧尸意犹未尽，其实他喝不出味道，只觉得跟喝水一样，而这一点水根本不够塞牙缝的。于是小丧尸将杯子递到男人身前，示意再来一点，不能喝了。给小丧尸喝，他突然觉得很浪费，压根就没体现出82年红酒的价值。小丧尸撅嘴有些失望，低头时看见了身旁的小水壶。小丧尸不太聪明的脑袋瓜子突然灵光一闪，这种红色的水他喜欢，他想带走。于是小丧尸趁着男人喝酒的间隙，抓起酒瓶将里面的红酒一股脑的倒进自己的小水壶，这样他就可以带出去喝了。男人看到这一幕，差点一口酒喷出来，他还没见过这么无赖的小丧尸，小水壶里的酒都快溢出来了。段景深一把抢走小丧尸手里的酒瓶，末世里的东西毁坏了许多，红酒更是难得，结果这小丧尸就这么霍霍完了。饶是段景深财大气粗，也忍不住感到一丝肉疼。蠢货！段景深骂小丧尸，小丧尸抱着自己的小酒壶缩在沙发里，还叛逆似的瞪着男人。段景深扶额狠狠叹了一口气，本来想找人好好享受一下悠闲时光的，结果现在是享受的满肚子气。他也懒得再理会这只烦人的小丧尸，转而拿出一台笔记本，开始处理各种工作上的事情。小丧尸坐着有些无聊，但看了看男人严肃认真的样子，也不敢去打扰他。又过了片刻，正在电脑上研究某些数据的男人，突然感觉胸口摸上了一双手，转头一看是某只眸色迷离、双颊酡红的醉酒小丧尸，几乎都要趴到他身上了。一双小手极其不老实上下摸索着，也不知要干些什么。段景深本就极其抗拒别人的触碰，此时更是狠狠皱起了眉，抓住小丧尸的手一把甩开，小丧尸却像牛皮糖似的再次粘了过来。男人再一次甩开了小丧尸，伸手抵住小丧尸的额头，阻止了小丧尸再次爬过来。男人听着嗷嗷叫的小丧尸满头黑线，要我给你什么？小丧尸又嗷嗷叫了2声。男人看着小丧尸的手摸向了某个部位，加上方才小丧尸说的，瞬间脸色大变，蠢货，变成丧尸了还能想那玩意？况且他还是个男的。沉默片刻后，男人用银链将小丧尸的2只手都绑在了一起，然后把他放平在沙发上，等你醒酒了再解开你。说完又瞥到电视上正在播放的新闻，想了想，他拿起遥控器换了个频道，欢快的音乐吸引了迷糊还执着的小丧尸。看这似乎对小丧尸有用，段景深便放心了些，随后再次回到电脑前做自己的事情。小丧尸第一次看到动画片这种东西，简单直白有趣的剧情和画面让小丧尸沉迷其中一发不可收拾。等段景深做完自己的事情时，才惊觉小丧尸不声不响这么久，转头一看发现某只丧尸早就醒酒了，此时正目不转睛地盯着电视，看了下时间才发现小丧尸居然已经看了2个小时了。段景深拿起遥控器一按，电视屏幕一黑，小丧尸也一愣，暴躁的小丧尸从沙发上跳了起来，又开始骂骂咧咧，听着小丧尸满口国粹，不能看就是不能看，好好说话别骂人。丧尸鼓了鼓腮帮子，想骂又不敢骂，但是看电视他势在必行，可是手此刻还被绑着，于是只能用自己不太聪明的脑袋瓜子去撞男人。男人被他愚蠢的动作逗得哭笑不得，在小丧尸撞过来的时候长臂一伸，一把捞住小丧尸，然后将他扛起来往楼上卧室走。小丧尸眼看电视离自己越来越远，急得又骂又咬。段景深把小丧尸丢到柔软的大床上，然后立即伸手拍了拍肩膀上的灰尘，眼里是明晃晃的嫌弃。刚才他才发现小丧尸浑身脏兮兮的，身上还隐约沾染着其他丧尸身上难闻的臭味，也不知道多久没洗澡了，去洗澡。男人指着浴室示意小丧尸进去，但小丧尸根本没有洗澡的意识，于是躺在床上一动不动的挺尸，满脑子都只有方才看过的动画片。段景深深吸一口气，压下心中烦躁的怒火，想着这只小丧尸对他还有用，不能杀，转身去浴室的浴缸里放了水，返回来再次一把扛起小丧尸往浴室走。小丧尸还没反应过来的时候就被丢进了浴缸，哗啦一声顷刻间迸溅出大片水花。哦，不要！
讨厌洗澡的小丧尸急得都说人话了。男人愣了一下，以为自己听错了，再说一遍。小丧尸又开始嗷嗷叫的骂骂咧咧，他实在没想到这小丧尸竟然一身防。段景生气得牙痒痒，恨不得当场把人咬死。小丧尸不会洗澡，只会在水里扑腾，他本不想上手，结果这只小丧尸居然就这样湿哒哒的从浴缸里爬出来，要冲去客厅看电视。男人只能亲自动手把小丧尸按回浴缸中，然后快速把小丧尸的脏衣服丢了出去。没有衣服粘着自己，小丧尸舒服多了，还开始享受起了男人的搓澡服务。小丧尸的皮肤嫩滑嫩滑的，一掐一个红印子。想起小丧尸一副欠揍的样子，男人坏心思的在小丧尸身上各处留下了痕迹，看起来像是被虐待过一样。好不容易洗完澡，男人卷起小丧尸一把丢在床上，正想着找某只丧尸部下去城里商店带一堆衣服过来时，遛着小鸟的小丧尸哒哒哒的跑了出来，嘴里嗷嗷的说要看电视。段景生额头青筋直跳，再次把小丧尸扛回房间，然后给房门上了锁，脑海里却忍不住回想小丧尸浑身痕迹的模样。小丧尸的发丝还挂着水珠，脸蛋被水汽蒸得红扑扑的。段景生喉结滚动，感觉莫名有些口干舌燥。这一夜小丧尸光着身子睡觉，直到翌日清晨，段景生打开房门时，入眼就是一个肉嘟嘟的小屁屁。丧尸从城中商店找来的衣服已经送到了别墅，他挑了件白色卫衣和牛仔裤给小丧尸穿上，小丧尸整个人瞬间看起来清爽多了。算着时间差不多了，段景生来到别墅阳台，看着残破不堪的城市，男人幽深的黑眸中闪过一丝红光。城市四周的打斗声响彻一夜，己方基地派出的人都到了强弩之末，已经支撑不住多久。此时呼叫机传来罗松的呼叫声：“段爷，您还好吗？这里的丧尸太多了，我们快支撑不住了。北部基地那几只狗还给我们使绊子，那就正面对战北部基地的人，我马上就过来。”有了段景生的命令，罗松几个直接放开了揍人，再也不用躲着藏着偷偷杀丧尸。小丧尸站在段景生旁边，正眺望着宽阔的城市，忽然耳边传来一道似乎能穿透胸腔的吼声，那声音像是帝王的召唤。他不自觉抖了抖，然后腿软的扑通一声跪了下来。男人发出让5成丧尸撤退的命令后，才注意到旁边那小丧尸不见了身影，低头一看，小家伙正瑟瑟发抖的跪趴在地上。段景生哭笑不得，没想到受了小丧尸这么多气，其实一声吼就能把他制服。他看着没出息的小丧尸拉了拉银链，小丧尸起来后，段景生带着他立刻离开了别墅，前往城南地区。到的时候，两方人打得不可开交，旁边又有丧尸源源不断涌上来，罗松一对4人难以招架。仙君一发间，一道冰冷的刀光闪过，顷刻间围上来的几只丧尸头身分离。段景生手里提着一把冰刃，犹如地狱修罗，一步一步上前。北部基地的人愣在原地，瞪圆了眼睛，不知是谁喊了一声：“是段景生。”段景生，一个末世杀神，像是没有感情的机器，他的能力在末世中是巅峰的存在。东部基地正是因为有他，才会有今日的辉煌，否则以那块资源匮乏、丧尸遍布，根本成立不了基地。段爷您可来了。罗松几人的衣服都已经破损，身上遍布大大小小的伤口，脸上也抹了灰，与刚来时的光鲜亮丽形成强烈对比。男人冷漠地嗯了一声，对于自己在别墅吃好喝好还睡了一夜的事情，丝毫没有感到心虚羞愧。随后将目光投向北部基地的几个人，握着冰刃的手指动了动，刀尖在地上划出一道痕迹。北部基地的几个人看着划痕打了个寒战，分为剑拔弩张时，一道没有任何威慑力的丧尸叫声响起，把他带走。这只小丧尸实在有点拉低士气，而且小丧尸跟着他可能会被误伤。罗松赶紧上前拉开小丧尸，刚远离战场，段景生便提着冰刃一跃而起。北部基地几人不得不硬着头皮迎战。小丧尸再次体会到了大哥的变态，可是变态的好威风，难怪大家都害怕他。罗松紧紧拉着小丧尸的手，生怕他一溜烟跑出去了。此时战斗已经结束，罗松便趁机和这只漂亮的小丧尸搭话：“小丧尸，你看到了吧？跟着我们段爷有肉吃，他可不吃肉。”罗松听不懂小丧尸说话，自顾自说着：“其实你跟着我也不错，毕竟段哥这个人冷酷无情，肯定养不好你。我就不一样了，我可以每天遛你。”突然一道带着杀意的声音打断了罗松对小丧尸的诱惑。罗松背后发毛的冷汗瞬间顺着脸颊流下。按照他对这个男人的了解，这道声音里是真的含了杀意的。缓缓转过脑袋，罗松甚至不敢看段景生的眼睛。如果可以，他还想跪下来求饶。你们在说什么？男人忽然闪现到罗松身边，悠悠的声音像是来取命的厉鬼。罗松吞了吞口水，摇摇头，没说什么。对了，小丧尸还给您。说完撒腿就跑。段景生冷哼一声，拉过小丧尸手里的银链，待会儿你上场，做好准备。小丧尸不明所以的看了男人一眼，然后又继续埋头喝酒去了。瓶子里还是昨天晚上的红酒。小丧尸喝不出味道，只是喜欢这种奇怪的颜色，这让喝水都变得有趣起来。男人见此一把抢走了他的小水壶，并命令他不准喝。小丧尸急了，伸手去够男人里的水壶。男人躲避着小丧尸的手一顿，再说一遍就给你。可是小丧尸又只知道嗷嗷叫，怎么也不肯说话。段景生便不把小水壶还给他了，惹得小丧尸再也不想理他了。在前往城西的时候，小丧尸一路上都背对着男人，男人转头往后看他，小丧尸就转过身倒着走路。段景生扬了扬手里的小水壶，瞬间吸引了小丧尸的目光。你上去打赢了这群丧尸就给你喝。小丧尸闻言，看向前方围得密不透风的丧尸群，小心脏一颤，连忙晃着脑袋表示自己不去。他这小身板怎么打得过这些前辈呢？男人摸了摸下巴，狭长深邃眸子里的算计明晃晃在闪动。那你去咬那几个穿蓝色衣服的人，咬到了我就给你，我还奖励你更好喝的东西，怎么样？小丧尸看向那几个看起来没有这么可怕的人类，心里开始动摇。这个买卖好像不太亏，毕竟咬人可是丧尸的强项。但他不想喝什么，除了血肉，什么东西对他来说都一样，实际上就跟喝水一样没味道。于是难得聪明的小丧尸开始和男人打商量。小丧尸颇为自得地扬了扬下巴，指着男人的脖子：“你让我咬一口就帮你咬人。”男人脸上划下一排黑线，这只小丧尸可是他的部下，什么时候部下可以跟他谈条件了？不过看小丧尸不依不饶的模样，他也的确想试探一下小丧尸的能力。男人一副关门放狗的架势，指挥着小丧尸，周围站着的几人都忍不住嘴角抽搐，看着瘦弱的小丧尸，难以想象他能把对面的精英特工打败。小丧尸也不磨蹭，张牙舞爪，嗷呜一声冲了上去。邢志则几人一边对付丧尸，一边对付北部基的人，正纳闷着为什么他们的段爷还不来救他们，突然就看见冲过来一只
干干净净的小丧尸。小丧尸换了一身新衣服，与周围格格不入，果然野生的和家养的就是不一样。小丧尸嗷呜嗷呜个不停，似乎企图用自己的吼声威慑敌人，殊不知那带着一点小奶音的声音听在耳朵里不痛不痒。一群人和丧尸打得激烈，小丧尸站在一边吼了半天，发现没用，自觉有些没面子，便气鼓鼓地挤进丧尸群里，对着一群丧尸嗷嗷地交流着。原本混乱攻击的丧尸们突然发生了变化，只见丧尸群此起彼伏地嘶吼了一会儿，似乎达成了一致意见，然后目标明显的开始攻击北部基地的人。当北部基地的人打算故技重施时，就发现丧尸们疯了一般扑过来，行至顿时松了一口气，正准备趁机灭了北部基地的几个人，小丧尸拦住了他们，他还没咬人呢。在几人精疲力尽的时候，小丧尸嗷呜一声，气势汹汹冲了过去，看着眼前没有抵抗力的人类，小丧尸象征性的咬了一口，只留下一圈牙印，血都没蹦出来。被咬的那个人明显愣住了，看着手臂上圆圆的一圈印子，惊奇的抬头望向小丧尸，看清楚小丧尸的模样后，那人更是站在原地动都不动，眼里燃起强烈的贪婪和占有欲。他伸手想摸摸小丧尸看起来就很嫩滑的皮肤，却被小丧尸张口吼了一声给吓回去了。小丧尸满脸嫌弃的想，又遇到一个比变态还更变态的人类了。小丧尸看着这几个人类饿狼似的眼神正盯着他，吓得撒腿要跑，却被北部地区几人眼疾手快抓住。小丧尸慌忙害怕中回头一爪子挠他们，一人被挠出了血，愤怒的吼叫起来。要知道被丧尸抓挠咬出了血，尸毒便会侵入血液当中，那人知道自己死定了，满脸狰狞的扑向小丧尸，眼神中带着愤怒的仇恨和可怕的贪欲，却在即将触碰到小丧尸时，一道寒光闪过，接着响起那人惨烈的嚎叫。他不可置信地望着地上静静躺着的手臂，段景深脸上带着冰冷的肃杀，幽深的眸子深不见底。小丧尸委委屈屈地跑到段景深身后，嘴里嗷嗷叫着。男人抿着薄唇瞥了小丧尸一眼，小丧尸嗷了一声，乖巧地走远待着。罗松见此又重新凑到小丧尸身边，这下看到了吧，段爷一旦生气了后果很严重。小丧尸闻言愣了愣，大哥生气的样子好可怕，他忍不住摸了摸自己脑袋和手，庆幸他没有惹大哥生气，不然被大哥剁成肉末的就是他了。等惨叫声停止，男人才回到了小丧尸身边。小丧尸没敢看那边的情形，他一心讨好大哥，狗尾巴似的跟在男人身后。解决完城西，几人再去寻找史泽一队。男人周身笼罩着冰冷的气息，一行人大气不敢出，连小丧尸都不敢造次了。很快找到史泽等人，段景深二话不说提刀就砍，速度快到几乎只见残影。史泽等人一句段爷来了还没喊完，身边的丧尸和北部基地的特工都已经砰的一声倒下了。几人面面相觑，又将疑问的眼神投向罗松。罗松伸出一根手指做出噤声的动作，示意他们别多嘴。众人开始收集城市散落的灵核，途中有人发现城里的丧尸没有刚来时的多，这丧尸怎么都跑了，灵核都少了不少，可能是被段爷吓跑了。只有小丧尸看着一言不发的段景深撇了撇嘴，大哥可真会玩。差不多清扫完毕后，5城毫无疑问的被东部基地收入囊中。正在大家准备撤离时，本应该在城门口的风雨兰突然跌跌撞撞的跑出来，并且急切的催促他们快跑，有怪物，这个城里还有怪物。